现在这个工作好找吗？不好了，没有了。我看工资还挺高，都20多块钱。哎呀，你别看了那个啊，我跟你讲，实实在在人家拿了手的那个。那你说像这20几块钱1个小时，最后你说要干的话，1个月下来能有多少钱？工厂就5、6千块钱，还有多少钱嘛？1个月干几天？1个月干28天。28天，挣5000来块钱。啊。哎呀妈，也不容易。哎，没有人同情你了，我们最低下的人，知道吧？你要知道，这没用的。提到深圳这座城市，很多人对这里的印象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中国的硅谷。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汇聚于此。与广州等其他珠三角地区的传统岭南城市相比较，深圳缺少深厚的本地文化沉淀，但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其成为了一个文化交融的大熔炉。我叫 JJ， 我是一名摄影师。2月21日，我来到深圳，一下飞机就能直接从机场直达去市区的地铁。对于一个常年居住在纽约的我来说，深圳的地铁真的让我感到很震撼。干净、明亮、现代化、科技感，不间断的手机信号，简单方便快捷的支付方式，这些都让我感到很惊讶。而昏暗、老旧、无屏蔽门、无手机信号的纽约地铁则显得有些相形见绌。当然，我对深圳这座城市的兴趣并不在于这座城市的现代化，也不是什么美食、文化、娱乐的体验，而是想要亲自探访一下两大在海外中文圈一直流传着的神秘的传说。一个号称连乔布斯来了都要被惊掉下巴的，能把任何高科技产品都复制山寨成白菜价的华强北，还有一个前几年在网上被炒得很火的三和大神，所谓的干1天日结玩3天，住挂壁房吃挂壁面，彻底过上躺平生活的一群老哥们的世界。如果说华强北代表着深圳务实与创新的精神，那么三和大神则揭示了这座城市快速发展的背后的一面。一群对生活失去希望，选择自暴自弃的年轻人，在繁华的背后，他们迷失了方向，放弃了奋斗，过着颓废、消极、败烂的生活。关于三和大神的聚集地三和人才市场，我来这之前在网上搜了一些地址，根据网上给的地址一路来到这里，但发现这里跟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并没有遍地躺平或者找工作的老哥。后来我才意识到，原来之前的三和人才市场已经不在了。这个能在网上找到的三和人才市场呢，其实是在另一个地方新开的人才市场。尽管如此，还是能看到类似于日结区、周结区、月结区以及招聘信息这样的字眼。离开这里以后，我再次上网搜索关于三和大神的消息，我才知道原来在后三和大神时代，大神们的聚集点已经转移到龙华汽车站了。离这里不远，我一边走一边经过了一个城中村，这里的风格很像我在油管视频中看到的三和大神的那种风格。楼上应该是挂壁日租房，楼下是饭店。为了体验一下挂壁老哥们的生活，我来到了一个龙江猪脚饭的饭店，要了一个猪脚饭，价格是15块。猪脚饭是最近几年在中国流行开的，甚至在纽约也能找到。我经常在三和大神各种视频里看到挂壁老哥们的实力不允许的时候吃一碗挂壁面，而实力允许的时候呢，吃一份猪脚饭来改善生活。我其实还带着期待来品尝这碗猪脚饭，但发现其实味道真的很一般。吃完饭，过了一座天桥，就来到了传说中的龙华汽车站。在现代化、文明、干净和超级科技感的深圳之下，这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我不小心进了一个老哥打地铺睡觉的地方，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好奇心驱使我一直往里走。我发现有人躺在地上，而大部分铺位基本都空着。尽管我带着很显眼的摄像机，但似乎并没有人关注我。我赶紧转头逃离这里。在旁边则是招聘区，基本上都是进厂打螺丝的日结或者月结工作。
每个小时工资在20到30人民币之间。我询问了几个来找工作的老哥，据他们的描述，实际工资应该是没有这么高，还有各种押金和扣款。如果做满1个月28天，工资大概能有5到6千人民币之间。现在这个工作好找吗？不好找，没有了。我看工资还挺高，都20多块钱。哎呀，你别看到那个啊，我跟你讲，实实在在人家拿得出来那个。那你说像这20几块钱1个小时，最后你说要干的话1个月下来能有多少钱？工厂就5、6千块钱，还有多少钱嘛？1个月干几天？1个月干28天。28天，挣五千来块钱。对啊。哎呀妈，也不容易。哎，没有人同情你了，我们最低下的人，知道吧？你要知道，这没用的。你就是放到哪里了？人家包括你这个商科大神，人家北京都知道了。我其实不喜欢用社会底层这样的一个词汇来形容一个人群，因为首先我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人和人不应该用资产和收入来定义其社会地位。其次，我坚信在逆境中的人们是可以通过努力和奋斗来实现命运的逆袭。正如在龙华汽车站，我看到最多的标语是这句“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也相信今天我看到的这些老歌里面一定会有一些人会成功实现逆袭翻身，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栋梁之才的。但是我意识到跟他们对话的时候，很多人自己会把自己定义为社会底层，言语中透露着对命运无力反抗的无奈和自嘲。有的人说他们懒惰不上进，吃不了读书的苦，只能吃生活的苦。其实我认为不能把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定义为懒惰。你说他们懒惰，他们不吃社会福利，不靠纳税人供养，不啃父母，不偷不抢，而且真的有在工作，赚取了能维持未来几天开销的生活费后，选择躺平几天，直到钱花完为止。他们只不过选择了宁愿把廉价劳动力浪费在游戏上，也不低价卖给资本家而已，跟资本家宁愿把牛奶倒进海里，也不低价卖给他们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在龙华汽车站，我总共待了不到2个小时，眼前的一幕幕之前都是在网上才能接触到的，感觉离我很遥远，像是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但此时此刻，清晰真实地摆在我面前，我的心情很复杂。如果说对于他们我应该带着同情的态度，也许可能是我自作多情了，也许他们过得比我更自由、更快乐、更轻松、更没有压力。他们都是在为自己而活，活得更自我，而我可能只是为别人而活，活得越来越不像自我。我要动身去下一个地点，华强北。老哥们，祝福你们。华强北给我第一印象就是由无数个网格化摊位组成的一个巨大的数码产品集散地，从大品牌大疆、小米、苹果、华为等品牌到各种不知名的山寨品牌，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在这里你可以低价买到肉眼几乎无法辨别出来的所谓原封苹果手机，可以插卡，价格只有原厂1/20的苹果手表，各种不知名但是价格极其便宜低廉的无人机。在美国，你想要大容量的硬盘空间的苹果电脑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花更多的钱买更大容量的版本。大家都知道苹果手机和电脑的储存空间究竟有多贵，但是你没得选，在华强北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他们可以把你的手机或者电脑拆开，破解限制，拆除原来的存储芯片，换上新的储存芯片，最后完好无损的组装好，能为你省下很多钱。同样的，许多之前在美国我想都没有想过的操作，这里通通都可以。给你的手机换电池，给你的苹果耳机换电池，给你各种数码设备刷各种版本的固件等等。很多人以为华强北是一个成品交易中心，其实这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功能。这里真正的功能更像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电子配件组装中心。你只要带着你的想象力和设计稿来到这里，1天之内就能找到足以组装成功的承载你创意的产品配件。还记得当年在油管上一个视频火了，一个美国小哥来华强北买齐了一整套配件，自己组装了一台 iPhone 手机，功能跟原装完全一致。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真的好神奇，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来这里走走看看。
我叫 JJ， 我是一名摄影师，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